没想到刚入坑斯普拉顿的我，就在突击队里连续刷了快10个小时。虽然之前一直都很喜欢斯普拉顿的美术风格，但因为自己不太喜欢 PVP 和射击游戏，所以一直没有真正接触过这个系列。直到主打 PVE 的突击队的出现，我才终于有了入坑的理由。所以在体验过后，我就想从一个从来没有玩过斯普拉顿的纯新手角度聊一聊，突击队到底适不适合新人入坑。先说结论，即使你完全没有接触过斯普拉顿，突击队的入门难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对于很多人来说，刚开始最不适应的可能就是陀螺仪瞄准。大部分人可能会习惯用右摇杆来控制准心，但实际上用陀螺仪来进行微操，习惯之后瞄准会更加舒服。大部分怪物的体积都非常大，敌人的数量也很多，很多时候你只需要把准心对准前方，就已经能打中一大片敌人了。所以即使你平时不怎么玩射击游戏，也不用太担心自己会有瞄不准打不中的那种挫败感。而且这个游戏的战斗逻辑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站桩输出，你射出去的墨水既可以攻击敌人，也可以铺在地上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变成鱿鱼后潜入墨水，不仅能高速移动躲避攻击，还可以快速恢复墨水。所以这个游戏真正需要适应的是射击、涂地、潜水、移动连在一起的节奏。本作的武器种类也相当丰富，一共有11个大类，而且每次掉落的武器等级、稀有度和能力词条都不一样。每把武器的面板伤害还会随着武器等级提升而增加。大部分武器的上手难度也不是很高，所以我基本上都是没打几关就换一把武器玩。顺便说一下，这个射击的手感非常像在打气球。到了游戏后期，每次鲑鱼大量聚集在一起，一发攻击引爆一整群敌人，然后满地掉落鲑鱼子时，那种视觉和声音叠加起来的反馈非常解压。突击队本身的难度也比较宽容，有3种难度可以选择，并且不同难度只会影响敌人的强度，不会影响你的物品获取。角色有基础面板，每次升级都会增加攻击力和体力。如果某个任务实在打不过，可以先去升级换武器，调整背包和配件，再回来直接用数值解决问题。而且就算任务失败也不算完全白打，依然能够获得一部分成长资源。本作也在鼓励玩家尝试不同的构筑。游戏一共有3种背包，分别偏向不同的战斗方向。有些岛屿的最终关卡会要求你在同一关里轮流使用3种背包通关，而且每种背包和配件都会有迷宫关卡让你尝试。这些关卡不会只扔给你一堆装备，然后让你自己看文字说明，它会主动设计一个场景，然后告诉你这个配件到底可以怎么用。有些迷宫还需要利用身上的装备来进行解谜，真的是梦回塞尔达的神庙了。虽然这是一部主打联机的游戏，但从我目前的体验上来看，单人正常游玩并且通关主线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本作的 NPC 真的非常靠谱，战场比较复杂的时候，我经常会顾着处理眼前的敌人，没来得及解决旁边的怪，结果等我回头一看， NPC 已经把他干掉了。而且 NPC 的大招伤害真的非常高，在被围攻的时候直接开大，那种安心感谁用谁知道。如果实在打不过，你还可以去摇人来帮你通关。但是这个游戏每次求助都会有30分钟冷却，还没有野队房间，所以也不能每一关都期望有陌生大佬带你飞了。相反，主动去支援其他玩家没有次数限制，不仅可以连续匹配，还能顺便获得额外奖励。所以说，如果你有能一起玩的固定队友的话，联机体验会更好一些。那突击队像不像怪物猎人呢？我觉得它的外层结构非常像，但奖励逻辑更接近暗黑破坏神。它和怪物猎人一样，都是接任务、打怪、结算奖励、强化自己，再挑战更困难的任务。游戏会给你3次倒下的机会，这和怪物猎人的3猫一样。有些 BOSS 出场时的演出也有一种怪物猎人里怪物登场的既视感。但怪猎的刷取目标通常非常明确，你缺某只龙的素材就去打对应的龙，你想做某一套装备就知道自己应该刷哪只怪。而突击队更接近刷宝游戏，你打完任务以后会直接根据你当前等级获得不同稀有度和不同能力的武器，所以即使再次掉落相同类型的武器，也可能因为等级更高、稀有度更好，让你忍不住换上去试一把。当然，突击队的缺点也比较明显。首先，它前期的成长虽然很快，但大部分伤害比较依赖于数值。武器等级、角色攻击力和体力提高以后，原本打不过的任务可能会一下变得简单。这个过程确实很爽，但如果你是喜欢怪物猎人那种逐渐看懂怪物招式、见招拆招、依靠操作进步取胜的感觉，可能这个游戏带给你的不会太多。其次，目前大部分任务依然是在不同场景中反复对付
同一批鲑鱼。在通关之前，这套清怪捡奖励回去强化的循环依然是好玩的，而到了通关以后，这个问题会直接决定你能不能长期玩下去。通关之后，游戏准备了3座新的隐藏遗迹，最高难度激辣，以及可以不断向下挑战的无限食堂，在100层还有隐藏 BOSS 和真结局。游戏的终局玩法就是通过反复刷取高难度迷宫来打造自己的毕业 BD。如果你喜欢刷子游戏，很享受研究配装和不断挑战更高层，这套循环可能让你玩上几十甚至上百个小时。但如果你更在意的是新地图、新敌人和新机制，那么后期的大量重复刷取很有可能会让人产生疲劳感。最后就是服装系统，我知道喷3是有非常多的衣服，并且可以自由搭配的，但是突击队里面加上 Amiibo 服装，一共也只有39套衣服，而且全部都是固定套装，帽子、上衣和鞋子是不能单独搭配。如果你期待的是一款暖暖突击队，想一边刷装备一边研究穿搭，那可能要失望了。这么好看的美术和角色设计，最后却只给这么一点换装空间，多少是有点浪费。所以这个游戏在我看来是很挑人的。那么突击队适合哪些人入坑呢？首先，如果你和我一样一直非常喜欢斯普拉顿的美术，想尝试这个系列，却不喜欢 PVP 或者不擅长射击游戏的人。其次，如果你喜欢怪物猎人那种接任务打怪、强化再挑战的成长循环，或者喜欢暗黑破坏神不断掉装备、研究词条和追求毕业 BD 的乐趣，这个游戏也很容易玩进去。但是如果你是想单纯体验动作游戏或者射击游戏，还有不喜欢刷宝游戏，讨厌重复刷取，只对不断出现的新剧情、新地图和新敌人感兴趣，或者战斗对于你来说没有那么重要，你只是想自由的搭配服装玩突击队暖暖，那么这个游戏可能并不适合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体验过突击队之后的全部感受了。如果喜欢这期视频，别忘了给个1键3连支持一下。这里是电识字，我们下期再见。